可无论魏无羡如何叫唤，蓝忘机却是听不见似的，手紧握住碧尘，只是死死地看了魏无羡一眼，便转身跳进水中，出了洞口。2炷香的时间已经足够他解决外面的事了。忘机，你果然在这里。叔父一路顺着蓝家特制玉牌的灵犀找到这里。蓝启仁脸上带了几分怒气，自己最是看重和信任的侄儿，带着已然入魔的魏无羡潜逃，哪怕外人都以为他是去追捕那人，绝无半分牵连。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佳丽这个小辈对待那人是怎样一个脾性。哼，把魏无羡交出来，自己回云深领罚。蓝启仁愤怒中冷喝道：不，你说什么？几乎是不可置信的看着蓝忘机。从小到大，他看着长大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忤逆过自己，如今却是这样对自己说话。一时间蓝启仁胸间捂满了怒火，只让他怒得喘不过气。不，蓝忘机再一坚定的说道，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蓝忘机知道。你可知魏无羡犯下多下罪恶，手染了多少血腥，又可知包庇他又会有何种后果？知道。蓝忘机，所有罪与恶，我陪他扛，同他偿。那一条条血命，你如何同他偿？怎么偿？蓝忘机，不过出了云深几月，你竟是把家归忘得一干二净了吗？他在哪？我在哪？哪怕用命去偿，他也认命了，只要陪着那人便好。若是我今日执意让你交出魏无羡呢？蓝启仁气急了，知道自家人的固执，却不知顽固至此。他从来不知自家侄儿对魏无羡执念已然到了如此地步。他在哪？我在哪？所以你为了这个人，是要与你叔父叔败，同门子弟拔剑吗？蓝忘机，忘机自会领罚。看着蓝忘机一脸坚定的眼神，蓝启仁只觉得一阵的头晕眼花，气愤中便要一掌拍过去，却在最后强忍住收手。有那么一瞬间，他只觉得好似从来都没有好好看清过自己最疼爱也最满意的这个看大的孩子，几乎是被气狠了，站不稳似的退了2步，随后无奈道：回云深，自己领罚，把人一同带回去，我不动他便是。叔父。蓝忘机听言，几乎是惊愕的看着蓝启仁，在外面又能藏多久？你又能护他多久？说完，蓝启仁便转身不再看他，带着一众人离开这里。有那么一瞬间，蓝忘机只觉得自己这个严苛的叔父，好似苍老孤寂了许多，直叫他心里说不出的不舒坦。刚要回到洞中，身后低沉沉的声音便传到耳旁。蓝忘机转头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愣在原地。所以是要把我带回云深是吗？强硬冲开定身的法术，让他病态的脸似乎更惨白了几分，唇角血迹鲜红。刚出洞口便听见蓝启仁让他带自己回云深的话语，不动自己那便是要求着自己吧。魏无羡似乎又魔怔在自己世界了一般，一步一步颤颤巍巍的向蓝忘机走去。是，呵呵，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看错，蓝忘机那坚定的眸中竟也带了几分不忍，可他想不了太多，也不愿想太多，头脑中一片轰鸣，扎得他头疼万分。蓝湛啊，这个世界只有魏无羡自己能求助自己，他不愿意，谁都求不了。他看着眼前的人渐渐模糊下去，可还是努力保存那一分清明，定定的说道，随后在站离蓝忘机几步的地方停住，死死盯着眼前人。不是求，我只是……蓝忘机看着眼前倔强又脆弱的人，却是说不出什么辩解的话。他是魏婴啊，是那个放荡不羁、潇洒肆意的魏婴啊，哪怕叔父说了不动他，可若是他不愿，和求着这人又有何区别？只是他害怕有一天真的护不住这人，哪怕拼尽生命的去护，只是想护着我，只是不想让我再生杀戮。蓝湛，我是谁啊？是他们口中的夷陵老祖啊，哈哈。人人眼中是血的魔头，可除非我愿意，否则谁又能安然无恙的伤我性命？我不需要谁来护我，更不想成为谁的阶下囚。他清清楚楚明白，这人不想放弃自己，也更明白去了蓝家意味着什么。激动中，魏无羡笑得很大声，一声声直叫蓝忘机心脏揪疼的厉害。他刚想走向前，用力的靠近这个让自己心疼的厉害的人，眼前的一幕瞬间让他面色变得恐惧害怕起来。他看见那人笑得癫狂，那双狭长明亮的眼中带了些许不仁的红，随后几丝细红从他口鼻中慢慢溢出，渐渐的越发多了起来，落在衣襟，落在白皙柔弱的脖颈处，艳红的可怕。魏婴，别过来！蓝忘机眼中带着恐惧，被鲜血染红的魏无羡，他不止一次在梦中遇见过，每次都是无能为力，撕心裂肺的醒来，一醒便是一整夜都在不能入睡。可梦中的人与现实渐渐贴合起来，才叫他明白什么是害怕到极致。一阵的天旋地转，魏无羡出声制止靠近自己的人，却是无论如何也再看不清那抹白色温热熟悉的液体充斥着他整个身体，冷得可怕。
暗得可怕。吴乐最后一分清明软了下去时，似乎听见了谁撕心的叫声。魏婴接住魏无羡软倒的身体，蓝忘机整个心脏都随着这带着血腥的人而颤抖，见不得那么多的鲜红。他魔正式的用手去擦魏无羡脸上的血迹，却直直被他再次呕出的血吓得停了动作。这血像是滚烫万分，只把人丢进刀山火海，连骨头都吞噬成一抹烟尘。魏婴原是温热的身体也渐渐冰冷，何曾他怀里这人何曾这般冰冷过？几乎是小心害怕的伸过手，颤抖得不像话。在感受到那微弱的呼吸时，蓝忘机像是劫后重生一般，紧紧搂住怀中人，却是再也不敢触碰那带血又冰冷惨白的可怕的脸庞，只是紧紧抱着人，像是想要守住自己最珍贵的宝物一般。你不想去便不去了，别吓我，也别挠我。他低下头伏在魏无羡脖颈间，也不顾那血腥会不会染上自己的脸，只是一点点轻轻嗅着这人的味道，感受那微弱的脉搏跳动。他怕了，真的怕了。所有的灵力几乎都涌入魏无羡身体，蓝忘机始终用一种姿势紧紧搂抱住人，直到身后响起那熟悉的轻唤。忘机，蓝曦臣已然听闻两人之事，还是不放心自己这固执的弟弟。虽蓝启人打过招呼又一路跟来，原是想护着两人一起回云深的，可眼前这一幕却是惊愕了自己。不知死活的魏无羡，失魂落魄的自家弟弟，见蓝忘机没有阻拦，这才面色沉重的轻捏着魏无羡手腕。果不其然，如自己所想，这具身体已然千疮百孔，若是再继续恶化下去，后果显而易见。忘机，魏公子情况不太好，咱们即刻动身回云深，定有办法仔细医治，可好？他不想去那里。忘机，兄长，魏婴说过，他不想去那里。熟悉的檀香一阵阵入鼻，魏无羡猛地从梦中惊醒，蓝白相间的房间淡雅清静，和从前自己死皮赖脸闯入的静室几乎一样的陈列布置，像是意识到什么似的。他一把掀开身上的被子，刚要起身，却是狠狠的便失力躺了回去，身上像是绑了千斤石块这般压得他喘不过气，也动作不了，连续尝试了几次也是如此模样。他几乎是恼怒至极的便用尽全力的起来，沉闷的响声似乎是惊醒了外室的人，魏无羡来不及反应，身体便腾空被人抱了起来，小心放到床榻之上。魏婴，摔哪了？是我不好，没好好看顾你，对不起对不起。这一挣扎摔落在地，几乎让魏无羡沉重的身体都叫嚣着疼痛，他整个人趴在地上，除了痛还是痛，直到蓝忘机以为是他昏迷中，也好动不安的摔落下来，把人抱了起来，好生放回床榻，缓了好些才反应了过来，